它是美军中少有的拥有3个绰号的部队，它是美军中一支战功赫赫的部队，它是美国太平洋战区的主要陆军力量，它就是第25步兵师。做视频不易，求观众老爷们点个赞，小编跪谢。纵观美国陆军如今的现役师级部队中，第25步兵师可以说是战功卓著。单从该部队所拥有的热带闪电、古之警卫队、电气草莓这3个绰号，就能彰显出该部队较为丰富的战史，因为这些称呼都和这个师的战争履历息息相关。1940年，出于第2次世界大战的需要，美国陆军部决定将组建于1921年2月28号的美国陆军夏威夷师的改编为第24步兵师和第25步兵师，2个33建制的步兵师。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美国陆军认为，就当时第2次世界大战的形势而言，虽然参加过第1次世界大战的夏威夷师是美国陆军当时的一支精锐部队，但是这种从第1次世界大战沿袭至今的4团制编制已经不适用于如今的战斗层次。也就是出于这种考虑，美国陆军将该师的一部分和夏威夷国民警卫队第298团合并为第25步兵师，另外还配属了一个医疗营和一个工兵营。第25轻步师的前身就此诞生。1941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第25步兵师随即奉命调派到瓦胡岛南部地区，担负起防守任务。随后在1942年，该师经历了一次较大的部队改编。1942年11月25号，此时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已经进入到战役后期。就在双方陷入焦灼状态时，美国第25步兵师在师长劳顿·柯林斯少将的率领下，奉命调往南太平洋战区，并计划于1942年12月27号至1943年1月4号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对已在该岛与日军血战许久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和美国陆军部队进行支援。此战也成为了该部队在2战中最为重要的战役。1942年12月，第25步兵师在到达瓜达尔卡纳尔岛后，随即进入战斗，在同日军进行了艰苦的丛林战后，最终完成了击败守岛日军的任务。该师也因在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热带丛林中，曾用闪电作为师司令部的通信呼号代号，再加上战斗中行动迅速，获得了闪电师的美誉。1943年夏天，在结束了瓜岛战役后，第25步兵师奉命参加了北所罗门群岛作战，并取得了不错的战果。在此之后，第25步兵师撤往新西兰和新卡里多尼亚进行补充休整和战备训练。1943年底，闪电图案被第25步兵师正式作为其臂章的标志，该标志代表着迅速与战斗精神。1945年1月11号，在查尔斯·马林斯少将的率领下，第25步兵师调往了菲律宾的吕宋岛，参加菲律宾战役。在菲律宾战役中，第25步兵师付出了不小的伤亡后，共击毙日军6000余人。该师也因此获得了菲律宾总统所颁发的优异部队奖状。该师也在战役结束后前往了帕特里克兵营进行休整，为进攻日本本土做准备。1945年8月15号，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美国第25步兵师作为占领军的一部分进驻日本。1950年7月5号，在威廉·基恩少将的率领下，美国第25步兵师奉命参加朝鲜战役，负责在釜山担负防御任务。该师也因此获得了韩国总统所颁发的优异部队奖状。1953年8月3号，出于第25步兵师的战绩，热带闪电别称被美国陆军部正式授予该师。1954年9月到10月，第25步兵师陆续撤至美国夏威夷州的斯科菲尔德兵营，并开始对丛林作战进行训练，成为美国陆军当时唯一一支水平较高的反游击战部队。1966年3月，第25步兵师奉命参加越南战争，在越战中，第25步兵师先后参加了数次较大规模的作战行动。1970年12月，第25步兵师除了第2旅作为独立部队驻守越南外，开始撤回美国夏威夷州的斯科菲尔德兵营，直至1971年12月，该部队全部撤退回国。1986年10月1号，随着第25步兵师许多重型装备被撤销，该师正式改编为美国陆军第25轻型步兵师，成为一支轻型地面作战部队。1988年，第25步兵师各部队开始以营单位进入负责为美国陆军轻型作战部队提供最为真实训练环境的
驻阿肯色州查菲尔堡联合战备训练中心参加轮训。该部队也在随后因参加了在澳大利亚举行的康加罗、在泰国举行的金色眼镜蛇和在日本举行的东方盾牌等多次联合训练演习，其作战能力得以不断提升。1991年1月，美国第25步兵师一部被调往沙特阿拉伯，不久之后，该部被美国第3集团军副司令改设为第3集团军前方指挥部的警卫部队。3月1号，第25步兵师奉命进入伊拉克，负责停战签字仪式的安全警卫工作，并在3月20号任务完成后返回美国驻地。1993年，第25步兵师参加了历史上最大的年度作战演习，该师1半以上的官兵参加了在韩国举行的团队精神演习。1995年，开始作为美国陆军的2个轻型步兵师之一，担负起太平洋司令部的战备值班任务。1995年9月，美国陆军再次对第25步兵师进行了改编。2004年4月，第25步兵师奉命被派往阿富汗，接替第10山地师执行作战任务。如今的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隶属于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第8军，绰号热带闪电，不仅是美国陆军的主力部队之一，还是美国太平洋战区主要的陆军力量，可以在接到动员令后18小时内开始部署，准备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进行打击，是该师的格言。全师编制总人数11000人，下辖1个师部与师部连，3个步兵旅部与旅部连，共辖9个轻型步兵营，以及1个斯特瑞克装甲旅、工兵营、防空炮兵营、军事情报营、通信营各1个，1个师战斗航空旅，下辖战斗航空营、攻击直升机营、骑兵中队各1个，1个师支援部队，下辖卫生营、补给与运输营、维修营、运输机维修连各1个，1个师炮兵司令部、宪兵营及师乐队各1个。该师拥有 UH-80B 型多用途直升机、EH-60 型电子战直升机、OH-60 型观察直升机、AH-66B 型攻击直升机等各型直升机115架，防空导弹系统80部，反坦克导弹发射装置304部，各类火炮144门，各种作战车辆和运输车辆2240辆。该师的优势在于可以随时呼叫空中火力支援，由于该部队为轻型步兵师性质，所以行动迅速，可以执行紧急支援或突击任务，可以执行城市作战或警备任务，综合攻防能力比较强。该师的局限性在于，虽然是轻型步兵部队，但是碍于后勤支援的局限，不能执行长途纵深进攻行动。该师无法应对重型装甲部队、炮兵集群、战略导弹部队的攻击，而且也无法进行山地作战。在电子战方面较弱，只能依靠 EH-60 型电子战直升机和自身携带的电子设备来作战，有时还需要靠友军配合。好了，本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